大家好，我是曹伟东。航空母舰的主要战力是靠舰载机，而不是靠上面搭载的这些导弹或者是近程的火炮。那么，既然中国将有3艘航空母舰，就是辽宁舰、山东舰和现在已经下水的福建舰，那就需要大量的舰载机的飞行员。今年呢，这个海军航空兵的招飞办就是创新了3个首次。第一个首次呢，就是在大学生或者大学生士兵中招收舰载机的飞行员啊。注意，它不是一般的飞行员，而是舰载机，就是你招收来之后，我将来学习毕业之后啊，如果合格，我就直接成为刀尖上的舞者，上航空母舰上当飞行员去了。第二个就是首次呢，就是招收女舰载机飞行员，因为过去我们有女飞行员，但是呢，舰载机飞行员可没有女性，所以现在开始招收女性的舰载机飞行员。第三个呢，就是招收的这些舰载机的飞行员呢，可以进行15小时的这种飞行的考验或者是检测，因为过去的这些招收飞行员的检测主要是在地面上，比如说转盘高速的旋转，看你晕不晕，还有就地的一些器械，都是在地面上的。现在呢，我们条件好了，可以让你就是总的飞行小时在上天，比如说先做简单的起降，然后是翻滚或者是倒扣就是这样的滚转这样的动作，看你能不能在天空上适应，要进行15小时，这也是个首次。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为了这个改变培养舰载机飞行员的模式采取了一种新的办法，就是在这个一些学校里边就是把它有一些班级办成飞行员培训班。所谓的飞行员培训班呢，就是从青少年做起。注意，这些青少年的培训班也是为了培养舰载机飞行员，也就是未来航空母舰上的这些飞行员的。那我过去呢，就是海军航空兵的飞行员招收班里边呢，是去过一个示范点，叫这个郑州9中他呢就是把河南省的这些初中生吧，就是刚毕业的就是招收过来。首先学习成绩好身体好就是自己愿意将来就是报效祖国参军然后这样的学生呢集中在一个班里，他们呢就是除了正常的学习以外，放学之后呢，他们要进行打篮球或者踢足球或者是这个中跑这个短跑等等一些项目的体育训练，所以他们的视力都非常好，体能都非常的好，当然学习成绩也非常好。所以将来呢，从他们这里边再招收飞行员，再选拔飞行员的话呢，他的出苗率就特别高。就是比如说一般的这个学校吧，有的一个学校毕业生里边可能1名2名飞行员都选不出来，要么近视，要么就是这个不合格那个不合格。他们那个班里呢，比如说这30个学生或者40个学生里边，可能就能出20个飞行员。你说这么高的一个比例，对于一个学校就出了20多个飞行员那现在呢，我们就是把这项工作呢进行推广，就是你上初中的时候，作为初中生，我就开始把你作为舰载机的飞行员的苗子来进行培养你跟其他同学一块儿就是学习文化，进行体育锻炼，但是呢，可能要附加一些作为飞行员特殊的要求，比如说你的俯卧撑的数量可能要多一些，你的这个中长跑的距离可能要远一些，你的速度要快一些，你的这种心理的要求承受的这种要求可能就开始给你培养就更强。那么他们将来就和我们过去培养舰载机飞行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因为过去的就是舰载机飞行员呢，主要是从陆基飞行员，也就是说从空军的飞行员里和海军航空兵里边的飞行员里面呢，已经飞过比如说歼10、歼11这样的飞机，然后你再改装就是飞鲨，就是歼15这样的飞机上舰。但是呢，你在航空母舰上飞，它在着舰的时候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你在陆地上的机场降落的时候是要放记忆、放起落架，然后减速，而在航空母舰上，你飞机的速度不能减速，你要保角对中，就是你要保持一个适当的角度往航空母舰上着舰，而且你要对准中线，而且你在挂尾钩的时候只有60米的距离，而你在陆地上的这个飞行跑道起码有2-3千米长，所以它的要求完全不一样。而我们现在从初中生里边就把你放到类似于郑州9中这样的
学校里边，它叫青少年航校培训班，我们全国现在有10几个，所以这些孩子就可以在这些班里啊正常的生长，等他将来毕业的时候，就直接进航校，就参加就是这种专门的飞行训练的这个班，因为他将来出来的时候就是大学的学历了，然后就不再飞陆基的飞机，直接就上这个航空母舰上去飞了。这样一来呢，一个是解决了就是我们航母数量的增加，那需要大量的舰载机的飞行员。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从比较早的时期就对这个青少年有意识的对他培养，因为他德智体全面发展嘛。还有一个呢，就是这种方式可以缩短呢一个学生到一个飞行员的转变，不然的话，他要经过比如说这个陆基的飞机的训练，然后再进行改装，这样的话，他起码30几岁才能成为舰载机的飞行员。这个也大大的就是提高了他在飞行事业里边或者他这个飞行生涯里边的这个时间。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